黑海之上出现这样一轮影像，实在太过耀眼。但是那影像开始变得模糊，楚风看得出来，那影像是在移动，向那深海深处移动。我懂了，这是在引导我。楚风说道。不可，你不能入这海。女王大人说道。他也懂了，那影像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是故意给楚风看的，是在告诉楚风，想要找到赵红，就必须进入这海中。赵红就在这深海之中，可是这海水如此厉害，蕴含着难以预测的力量，甚至暗藏杀机。楚风落入其中，轻则负伤，重则身亡。女王大人，不想他冒险，我会做好准备再下去，不会有大事。楚风此话说完，便开始布置结界，一重守护结界附在了他的身上。不止如此，楚风还将雷霆铠甲、雷霆羽翼以及神级雷纹全部释放而出，来提升自己的实力。随后，楚风便直接跃入了那黑海之中。然而，刚刚入海，那守护在楚风周围的结界便瞬间被击破。下一刻，楚风便感觉一股巨大的压力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将自己挤压在了当中。此刻的楚风仿佛根本不像是在水中，而是被一块块巨石埋没了，不仅呼吸困难，就连移动也是很吃力。这种情况下，楚风并未移动，而是停在了海水之中。他也并未下沉，因为这海水特殊，所以身在此处，楚风是不会自动下沉，也不会自动上浮。若想要移动，必须靠他自己。楚风，怎样？没事吧？女王大人见楚风没了动静，并且紧闭双眼，不由得担心起来。无碍，这海水表面看起来可怕，实则没有那么危险。待我适应片刻，应该可以承受这海水的力量。楚风说道。楚风虽然说没事，可是他毕竟身体受到了压迫，所以那颗融入了他灵魂的珠子便有了反应。眼下，未知藏德之外，护镇一族3人皆在盯着那颗珠子，面带紧张，只是皮外伤，并不严重，不用太过担心。看着护镇一族族长手中的珠子，孔月华说道。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与赵红刚刚踏入那位知藏德的反应很像？护镇一族族长说道。的确。孔顺莲附和地点了点头，这多半说明此刻的楚风正经历着赵红曾经历过的事情，会不会是相同的机关？很有可能。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倒是有一点区别。孔月华说道。什么区别？孔顺莲与护镇一族族长一同问道。楚风此刻的反应不如赵红那般强烈，这说明楚风的抵抗力是强于赵红的。孔月华说道。此话不虚，多半如此。孔顺莲再度点头。然而护镇一族族长却并不言语。若是按照他们猜测，此刻楚风正在经历赵红曾经历过的，那么接下来的路可就不好走了。因为当初赵红这种情况保持没有多久，这颗珠子上便传来了他身负重创的情况，而那重创一直延续至今。他怕楚风也遭遇同样的情况。此刻楚风已经睁开眼眸，他已经渐渐地适应了那海水的力量，虽然仍显缓慢，可他已经能够向这黑海深处潜入。这海水漆黑一片，非寻常之黑，是特殊的力量蕴含其中。哪怕楚风使用天眼，可见度也不足10米，只能听见周围那涌动的暗潮之音，似猛兽一般在耳边咆哮。而越是下潜，楚风便感觉那凶险的气息越强。原来并不是这黑海不如表面上看那般凶险，而是那凶险的地方在这黑海深处。之所以楚风会有这种感觉，那是随着他不断下潜，越是能够感受到那股强大莫测、凶险未知的气息。未知藏的还真是名不虚传，这种未知的感觉还真是让人有些不好受。此刻任凭是楚风也是不由感慨起来，此时此刻的感觉当真是让人感到难熬。这是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因为他惊愕地发现他只能下潜，无法上浮，这便说明他已经是有去无回，要么停在这深海之中一动不动，要么就一点一点向那未知的凶险行去。没人想死，可是偏偏唯一的活路就是向那致命的气息缓缓行去。幸亏楚风意志力过人，若是心理素质差者，他都会精神崩溃在此处。来了！忽然楚风将目光变得谨慎且凝重，紧紧地盯着下方。什么？女王大人不由发问。他虽能与楚风共享视听，可此刻却越发不解，因为楚风的目光明明什么都没有看到，一眼望去仍是漆黑的海水。可就在此刻，阵阵轰鸣传来，楚风虽然看不到，可却能够感受到下方的海水在翻腾，一道强光也是应声而来，只不过那道光乃是红色。楚风赶忙继续下潜，而越是下潜，楚风看得越是清晰。那里有一道门，那门很是古怪，似是古铜打造，上边还布满了锈迹。这门没有依附在任何东西，就那样在海中漂浮，并且在这门的四周还挂着一道道锁链。虽然没有看清，可楚风却能够从那哗啦啦的声音中分辨出来，那的确是锁链的声音。至于那道红色的强光，则是从那门的中间散发而出的，那光很强，可却笔直而射。楚风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可楚风却能隐约间在这门的中间看到3个字：鬼门关。嘎吱！就在此刻，那门动了，正在开启。随着那门的开启，那红光也是随之扩散。随着那门的开启，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与惊讶。这明明只是一道门，可这门内却暗藏玄机。这门可以通往另外一个地方，可是这门内却遍布了刀刃，并且那刀刃非常坚固，是楚风的实力所无法击破的。毋庸置疑，若想进入此门，就必须受刀刃割肉之苦。重要的是，这刀刃绝非寻常的刀刃，因为那耀眼的红光便是这些刀刃所散发而出。没错，那一把把尖锐的利刃皆是血红之色。楚风，你看那些锁链。女王大人提醒道。经过女王大人提醒，楚风才注意到，随着大门彻底开启，那红光越来越强，所以也是能够隐约间看到捆绑在门四周的锁链。楚风能够看到那锁链有38条，每条锁链的长度都不相同，距离最短的一条大概有10米长。而楚风注意到，在那锁链的另一端捆绑着一物，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一个骷髅。
那被锁链捆绑的骷髅还穿着衣服，衣衫可能受着黑海的力量影响，已是破烂不堪，甚至就连骷髅的骨骼也被侵蚀，因为那骷髅竟然是黑色的。黑色的骷髅本就诡异，透过那红色的余光映射而出，就显得格外的惊悚与瘆人。这些锁链似乎都连接着一具尸体。楚风说道：“这里出现一道门是什么意思？”女王大人说道：“我亲爱的蛋蛋，你就算不想我冒险，也不用这样明知故问吧。”楚风苦笑，他知道女王大人比他都清楚这道门摆在这里的含义，但是女王大人真心不想让楚风进去。你不会真要进去吧？你还记得那个护镇一族的老头和你说的话吗？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你就算不为自己想，可能否为你的父母想一想。女王大人说道：“我的蛋蛋，问题是眼下除了进去，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我已经无法离开此处了。难道我要一直困在这里吗？”楚风说道：“真是的，到底是哪个混蛋建的这个地方？”女王大人气得小嘴鼓鼓着，此刻的她非常的不爽，因为她觉得自己与楚风都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她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只有她戏弄被人，她可容忍不了别人戏弄她。可是终究还是要进去的。楚风说道：“既然你都决定好了，还犹豫什么？进去吧。”女王大人说道。而楚风竟也真的不再犹豫，而是直接选择进入了那所谓的鬼门关之中。楚风小心翼翼，但闯入不到10米，就被那刀刃所割伤。刀刃割伤，楚风顿时眉头紧皱，忍不住发出了一丝声音。楚风这种修为，肉身毁坏都不吭一声，他们的忍耐力远非常人可比。可是这刀刃只是轻轻的在楚风的身上划出了一道口子，楚风便疼得龇牙咧嘴了。最重要的是，那伤口所流出的鲜血，楚风竟然止不住，还真是诡异啊！楚风强忍着这种疼痛，继续前行。可越是前行，楚风身上的伤便越多，并且楚风也渐渐的发现，只要被那刀刃各种，便不仅仅是皮外伤那么简单，就仿佛连灵魂也受到了伤害一般，身上血流不止。楚风就连行动也开始渐渐变得缓慢，而这条满是血红色刀刃的路却是无穷无尽。楚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这种情况之下，不仅女王大人心疼，等在外面的3位也早就紧张的不得了，因为眼下那颗能够看到楚风身体状况的水晶石已经散发出了红色的光芒，这说明楚风的灵魂都受到了伤害，这可是重创。楚风怎么还不用那传送阵法？护镇一族族长急得坐立不安，看来楚风也有难言之隐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是你那传送阵法不管用？孔顺莲不停地猜测着，我也不能确定。本来护镇一族族长确信自己那传送阵法是可以使用的，毕竟那是来自楚氏天族的至宝，并且留下那宝贝的人非同小可，所以他一直坚信那宝物无人可阻。可是现在楚风也如赵红一样，已经身负重创，甚至伤及到了灵魂，可依然没有使用那传送阵法，所以原本确定的他现在也不敢确定了。他的不敢确定是源自于对楚风的担心，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护镇一族族长说道：“你想如何？”孔顺莲问道。“你们走吧。”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孔顺莲与孔月华皆是眉头紧皱。你是要找殷明朝帮忙对吗？片刻后，孔月华问道。护镇一族族长没有回答，就算是殷明朝，怕也是帮不了你，因为他是真仙，根本就进不去那位织藏的，而以他的实力，也无法强行把这位织藏地攻破。孔顺莲说道。我也知道，去找殷明朝也是希望渺茫，可殷明朝年少之时便进入过无数遗迹，他非寻常之辈，也许找他还有一线生机。护镇一族族长说道。那好，我去。孔月华说道。你去。护镇一族族长露出诧异的目光。事到如今，你还是信不过我们，对吗？孔月华问道。不妨直说。的确如此。护镇一族族长并未否认。孔月华有些动怒，他自然知道，眼前这个神秘人一直跟着他们2人，甚至他们闭关都不离开，其实就是不放心他们，怕他们做对楚风与王强等人不利的事，是在监视他们。可是当眼前这个神秘人毫不避讳地把事实说出来，他仍然很是不爽。毕竟他心里很清楚，虽然也有怨恨，可他与孔顺莲都并没有打算对楚风和王强，包括赵红出手，甚至他现在也是真的想帮楚风。虽然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会担心楚风的安危，可是此刻的他却实实在在的不想楚风死。罢了，月华，让他去吧。孔顺莲摆了摆手。你们不走吗？护镇一族族长问道。我们不走。若是殷明朝想赶尽杀绝，那就随他吧。孔顺莲说道。也好，这个结总是要解开的。护镇一族族长也不犹豫，起身便向英雄城的方向行去。英雄城距离此处倒不是很远，再加上中途有远古传送阵，所以不过短短数日时间，护镇一族族长便赶了回来。看到大批人马正自远处浩浩荡荡的靠近，声势逼人。孔月华与孔顺莲虽然面色不改，可是心中却也泛起了嘀咕，他们是不打算找殷明朝报仇了，因为他们自认为没有那个能力，也觉得当年之事的确理亏。可是他们却不能确定殷明朝是否会放他们活路，毕竟他们可都是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终于，大队人马靠近了，数道身影出现在了天际之上，映入了孔顺莲与孔月华的眼中。可是扫视一番之后，他们2人的眼中却流露出了意外之色。此时此刻，站在天际之上的人非常之多，不仅英雄城内所有真仙强者都来了，就连无祖境的高手都来了许多。因为天际之上，单单是英雄城的成员就有数以万计。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此时此刻，天际之上不仅有英雄城的成员，还有其他势力。莫说与英雄城联盟的那些2等势力，就连仗剑仙门、佛光天寺也来了许多高手，并且皆是人数众多。可以想象，此刻天际之上的身影是何其壮观。怎么这么多人？这是做什么？孔顺莲与孔月华面面相窥，目露不解之色。如果说殷明朝要救楚风，那不应该带着这么多人来。可是
如果殷明朝是知道他们两个在这里，是来对付他们的，那就更不应该带这么多人来了。一时之间，他们陷入不解之中。不对，一番打量之后，孔月华与孔顺莲的目光又是一动，他们越发不解了。天际之上的身影可谓浩浩荡荡，密密麻麻，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但是唯独一个人没有来，那就是最应该来的殷明朝，并没有出现在此处。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就在此时，一位老僧站了出来，且飞落而下，来到了那未知藏地的中心区域。那位老僧可不是寻常之人，他乃是佛光天寺的一位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不仅是一位真仙强者，更是一位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而在那位老僧落下之后，那原本整整齐齐站在天际之上的身影竟纷纷飞落而下。他们什么修为的都有，有真仙也有五祖，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皆是界灵师。这些人整齐有序的在布阵，在布置一座相同的大阵，他们好像早就计划好了一样，以仙袍界灵师为主，分工有序的布置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孔顺莲与孔月华还感受到了一些不善的目光，那些目光是来自英雄城的老部下，甚至还有真仙级别的强者也投来了那种憎恨甚至暗藏杀意的目光。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他们倒也能够理解，站在他们的立场，觉得殷明朝屠灭了他们全族是殷明朝不对，可是站在英雄城的立场，却认为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当年那般对待殷明朝，自然而然的便觉得孔氏天族不对，他们乃是敌对身份，厌恶他们，这是正常。但是他们不理解的是，那些人虽然表明了很不喜欢他们，可却并没有对他们出手的打算。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飘落下，来到了孔顺莲与孔月华的身旁。这个人虽然身穿黑袍，头戴兜帽，并且修为也是一品真仙，可是他靠近后，孔顺莲与孔月华却没有一丝警惕。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个神秘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孔顺莲问道。如今的英雄城可比我想象的热闹，这些人都是在英雄城内的人，是知道这件事情后受殷明朝之托前来帮忙的。目前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殷明朝知道该怎么帮助楚风，不过他需要一个人帮忙，所以他去请那个人了。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另外，殷明朝知道你们在这里，事先与英雄城的人打过招呼，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对付你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待在这里。其实殷明朝对当日之事也很后悔，按他所说，他当时是被怒火掩盖了心智，所以才痛下杀手。事后他也因为此事饱受折磨，看得出来他想与你们和解，不知道你们是何意思？护镇一族族长继续说道。孔月华与孔顺莲彼此互看一眼，皆未言语，但在他们的目光中，护镇一族族长却也看到了动摇，想必他们心中也是有和解的念头了。这也正常，眼前的局势若是能够和解，可是对他们有利的。殷明朝要去多久？孔月华问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知道楚风出事，他非常的急切，否则也不会这么兴师动众了。护镇一族族长说道。这倒也是，孔顺莲不可置否，这么多人都来了，想必英雄城就算还有人驻守，但也多半与空城无疑，毕竟一座强大的势力，真仙才是根本。而看眼前的情况，殷明朝似乎把所有真仙都调到了这里，不仅是他们英雄城自己的真仙，就连联盟势力的真仙也都给派来了。这个力度便可以看出殷明朝对楚风的在乎。只是时间上来得及吗？孔月华问道。殷明朝看了我那颗珠子，也跟我询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应该无碍。他说楚风现在应该是闯入了一个叫做鬼门关的地方，那鬼门关很长，并且越是往后越难走，楚风通过那里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好在那鬼门关不会真的有生命危险，所以他说时间上来得及。护镇一族族长说道。他怎么知道那位知藏地内有座鬼门关？莫非此刻孔月华与孔顺莲皆是目光一动，他们想到了一种可能，殷明朝进去过，并且活着走了出来。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孔顺莲与孔月华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无人能够活着走出来的未知藏地，殷明朝竟然活着走了出来，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震惊过后，孔顺莲与孔月华也皆是目光转喜，殷明朝进去过，他定然是对那未知藏的极为了解，解救楚风有希望了。此刻众人布置的大阵也是为了解救楚风而布，只不过这大阵若想不成，需要一个人才行。殷明朝去请的人就是那个人。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太好了，楚风有救了，看来你这次去找殷明朝还真是找对了。此刻孔顺莲与孔月华竟同时感慨，看到二人这般，护镇一族族长也是目光一动。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这两个本该是楚风仇人的家伙，竟然这般关心楚风。最重要的是，他们此刻的反应并不像是装出来的，竟是发自肺腑的关切。既然都是在救楚风，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能否帮我们要到布置阵法的图纸？孔月华问道。他们两个也想加入布置大阵的阵营当中，不过他们却并不知道眼下布置的是何阵法，所以才需要一个布置阵法的图纸，已经为你们准备了。护镇一族族长说话间便取出2份图纸，接过阵法图。孔月华与孔顺莲的目光又是微微变化，他们都是界灵师，尤其孔月华的结界之术可谓相当精湛，只是连他们都看不出这座阵法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阵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阵法非同小可，可谓玄妙至极。虽然不知道这阵法究竟是何用，可凭借这座阵法图，却也能够知道该如何布阵。随后孔月华与孔顺莲便也加入到了布置阵法的大军之中，这等场面颇为壮观，毕竟这可是来自五湖四海各方势力的高手汇集在一起，同做一件事，就连本是敌对的人竟也能暂时放下恩怨，在一起布阵，这便着实令人感到惊讶。大师，许久不见。大阵中，一位身负3把的男子悄然地来到了一位大师的身旁。善哉善哉，原来是3剑真人。
还真是许久不见，上次相见还是在云鹤山呢吧？那位看到来者大师也是面带笑意的站起身来，暂时停止了手上的工作。而这位复健的男子便是仗剑仙门的三剑真人，那位大师则是口袋大师。当年在云鹤山上，他们两个都曾得到过楚风的帮助，也都曾帮过楚风。与楚风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也算是有些交情。而他们两个当初便非常的看好楚风。是啊，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不敢相信。虽然早就猜到楚风小友日后会有一番成就，但却没有想到会达到这般地步。三剑真人感叹连连，口袋大师也是观望四周，扫视了一眼面前这壮观的场面，不由感慨道：此等魅力的确惊人，为王者才有魅力。三剑真人微微一愣，随后不由笑了起来。是啊，能够让这么多人心甘情愿的在此合力布阵，的确是楚风小友的个人魅力。他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征服了百炼凡界的许多人。三剑真人此话便是认同了口袋大师的话。在他们二人来看，楚风的个人魅力可谓千万中也没有一个，这乃是王者的魅力。而这样的认同更是证明他们两个也都觉得楚风日后会成为这百炼凡界的王者。外面为救楚风，众人联手布阵，可谓声势浩大，但楚风却全然不知。他一直在那鬼门关内前行，自然而然的也就一直受那红色的利刃所折磨。现在的楚风已经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可以说整个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最重要的是，楚风哪怕身为仙袍界灵师，手里有着诸多疗伤妙药，可却对这伤势都没有作用。楚风无法让那伤口愈合，所以此刻的他看上去相当的吓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血人，甚至说他是人都并不恰当。此刻的他更像是一个怪物，因为那伤痕之中竟然还会散发出红色的气焰，气焰升腾，血光涌动，一眼望去非常吓人。换做常人定然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但楚风有一点是优于常人的，他不仅毅力极强，甚至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后，他还会渐渐的适应那种折磨。尽管楚风无法摆脱掉那种痛苦，可是此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反而不如最初那般清晰。这种情况下反而让楚风加快了自己前行的脚步。终于，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出口，他穿过那数道刀刃，自出口走出，发现了一个水池。水池不是很大，可却清澈见底。这池子，看到这池子，楚风目光转喜。身为仙袍界灵师，楚风一眼就看出这看似无常的池水具有疗伤功效。楚风哪会犹豫，直接自那鬼门关的出口跳入了池水之中。撕了！入水之后，楚风身上散发的红色气焰愈发浓郁，简直如同一个小型火山爆发了一般。血红色的气焰瞬间遮蔽了这方区域。最重要的是，以楚风为中心，一层红色的气体也是开始自池水之中染开。原本清澈见底的池水很快就变得浑浊，如同血水凝聚的池子一般。可是楚风的身上的疼痛却也正在随之减退，不见了。伤痛减退之际，楚风心有余悸地将目光投向水池上方的鬼门关，可是却惊愕地发现，那鬼门关竟然不见了，甚至连什么时候消失的，楚风都不知道。此处的机关当真是神出鬼没，任凭是楚风也难以洞察。而就在这时，这原本平静的池水开始旋转，那是一个小型漩涡，就在距离楚风的不远处。原来池水是在下沉，就顺着那个漩涡处流失。很快的，池水便彻底消失了。楚风发现，在池水流失的地方有一个洞口。楚风又四下打量了一圈，发现除了那个洞口之外，皆是岩壁。显然，那洞口是唯一的出口。楚风靠近之后，便感觉到一股严寒之气自那洞中散发而出，那里充斥着难以忍受的寒意。最重要的是，在那洞口上方还写着3个字：锁魂窟。第二道考验吗？看着那锁魂窟3个大字，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不是很大的洞口，显然就是楚风必经之路。只是因为经过了鬼门关的考验后，楚风觉得眼前这个所谓的锁魂窟怕是更加凶险。可是楚风却没有选择，现在就继续吗？要不要缓一缓？眼见着楚风这就要下去，女王大人不由开口问道。他可是陪着楚风一路走下来的，深知楚风一路走来的不容易。那池水很神奇，我现在的伤口基本已经愈合，并且也感受不到伤痛。至于体力上，并没有什么损耗，所以无需休息。楚风说完此话，便直接跳入了那蕴藏着寒气的锁魂窟，顺着锁魂窟的入口一路下滑。可是最让楚风难受的，却依然是那股严寒之气。那严寒之气直接深入到骨子里，然后仿佛进入了灵魂，那种冰冻一切的感觉，莫说让楚风觉得浑身上下都仿佛被撕裂了一般，就连思绪也变得不再清晰。这种情况下，楚风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能够感受到的唯有那来自严寒的折磨，还有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想要将他的灵魂抽走。简而言之，这股寒气可比那鬼门关的刀刃还要让人难以承受，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离开此处。女王大人说道。正有此意，楚风说话之间，雷霆铠甲、雷霆羽翼施展而出，在修为提升之后，便施展出了一种武技，来加快自己下沉的速度。可是当速度加快之后，楚风所承受的痛苦竟然也随之加重，那种疼痛之难忍，就连楚风也是不由得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并且楚风的意识也是变得越来越模糊。可不管意识多么模糊，楚风下沉的速度却并未减缓。终于，那严寒之气结束了，楚风所承受的痛苦也终于有所缓和，意识也是渐渐清晰起来。可是他却发现，那通道并未结束，他还在继续下沉。糟了，竟然还有！忽然之间，楚风暗叫不好。虽然那严寒之气彻底消失，可楚风却从下方感受到了一股炙热的气息，那下方定然是存在着凶残的炙热之气。果不其然，
楚风很快便落入了那炙热之气所存在的地方，并且很快便被炙热之气所吞噬。炙热之气与严寒之气的感觉截然相反，一个是冷的刺骨，另一个是热的快要将你融化。可是二者之间却也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入侵楚风的灵魂深处，化作无数只大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的灵魂，想要将楚风的灵魂撕成粉碎，从楚风的身体之中抽离。此等情况之下，楚风再度重蹈覆辙，渐渐清晰的意识又重新变得模糊，甚至越来越甚。可这并非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这锁魂窟就像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通道，唯一的终点就是死去，好像唯有死去了才能解脱一般。浑浑噩噩中，楚风就连时间都忘却了。终于，楚风落地了，他已经脱离了那锁魂窟，可是楚风却如同死尸一般一动不动，就那样瘫在地上。他浑身上下满是伤痕，但是却没有一丝生气。此时此刻，当真是生死难料。未知藏地之外的沙漠上，被一个庞然大物所覆盖。那是一个类似金字塔一样的建筑，覆盖面积达到数万米，是真正的庞然大物，如同巨型宫殿一般坐立在这沙漠之上。不过那庞然大物并非实体，而是透明状，而这便是众人合力连续布置了数日才完成的大阵。眼下在场的所有人都站在那大阵的四周，他们将目光注视在了大阵的顶端，在那里有2道身影，而这2个人便是能够催动着大阵的关键人物。其中一个是刚刚赶回来的殷明朝，而另外一个则是与殷明朝一同出现的人，也就是殷明朝去请的人。这个人在场众人并不认识，那是一个女子，年轻貌美，并且散发的气息竟是2品真仙，这等修为令人敬畏。毕竟2品真仙可是百炼凡界最巅峰的境界。人们终于知道为何连殷明朝都要亲自去请这位帮忙，但从对方的修为便可以认定对方来头非同小可。只不过人们却少有人认识这位，所以不由感慨，百炼凡界居然还有这种修为的隐世高手。而这位其实不是别人，便是紫薰衣。紫薰衣当初自孔氏天族离开之后，便将血灵妖族族长的尸体送妖灭窟内，眼见着血灵妖族族长死了，血灵妖族的所有人都觉得是紫薰衣害死了其族长。奈何紫薰衣的实力在他们所有人之上，哪怕他们恨透了紫薰衣，可却也奈何不得他。但紫薰衣也自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血灵妖族族长，所以他自己布下大阵，用那大阵折磨自己，惩罚自己，想要将自己活活惩罚致死。若不是殷明朝前去，怕是紫薰衣都将要死在了那大阵之中。虽然殷明朝是救了紫薰衣，但紫薰衣却并没有感谢殷明朝的意思，而是冷冷地对其说道：若是你敢骗我，我会恨你一辈子。薰衣，我真的没有骗你。楚风他的确被困在了这位之藏的之中。殷明朝解释道。此刻殷明朝仍是心有余悸，心情很是复杂。他仍记得抵达妖灭窟血灵妖族老巢的情况，当时的紫薰衣太惨了，虚弱至极，命在旦夕。最重要的是，那是紫薰衣心甘情愿的，若不是楚风出事触动了紫薰衣，怕是殷明朝也无法阻拦紫薰衣去死。是真是假，由他说的算。紫薰衣说话间取出一物，那是一块玉佩，不过这块玉佩只是一半。随之殷明朝也是取出了半块玉佩，递给了紫薰衣，而这2块玉佩放到一起，刚好是一块完整的玉佩。看着这2块分成一半的玉佩，殷明朝若有所思，唯有他与紫薰衣知道，这其实乃是他与紫薰衣的定情信物。同时这玉佩也是催动着阵法的关键之物。就在此时，紫薰衣将2块玉佩合到了一起，而紫薰衣也是将那玉佩放入了那阵法之上。随后紫薰衣与殷明朝各自使用一种法诀，联手催动那玉佩。下一刻，那玉佩之上浮现复杂纹路，融入阵法之中。随着那纹路的融入，那座磅礴大阵也是绽放起了耀眼的光芒。那阵法已经开始运转了。珠子，殷明朝高声说道。在见状，护阵一族族长则是将那颗能够感应到目前楚风身体状况的水晶石丢向了殷明朝。殷明朝将那颗珠子放在了玉佩之上，下一刻，那原本光芒四射的大阵竟然变得暗淡无光，就仿佛消失了一般。可是很快的，自那大阵的顶端便映射出了一片金色的光芒。那金色的光芒倒影在天际之上，照射八方，起初也很耀眼，可是渐渐的，那光芒变得不再那般耀眼。那是这种情况下，围观众人的目光也是变得越发惊讶起来。他们从那光芒之中看到了一些影像，那是一座大阵，只用目光来看也能看得出来，那是一座非常利奥的大阵。那大阵太大了，影像所映射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最重要的是，在那影像的中间，人们看到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怎么会这样？他怎么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你不是说他刚刚进入鬼门关吗？紫薰衣很是激动地说道。你告诉我的时间有误。殷明朝也是面露不解，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护阵一族族长。没有，楚风进入未知藏地的时间我都如实的告诉你了。你既然都说那事情关系到楚风的安危，我怎么可能胡言乱语欺骗你？护阵一族族长解释道。竟然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穿过了鬼门关与锁魂窟2道关卡，直接进入了这生死阵，楚风他是如何做到的？此刻殷明朝眼中的震惊则是越来越浓，见殷明朝并未撒谎，紫薰衣的眼中也同样的涌现出了那种不解与震惊的目光。那鬼门关与锁魂窟是什么样的地方，唯有他们这种亲身经历过的才最清楚。而在他们看来，楚风是不可能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连续通过2道关卡的，可是楚风却偏偏做到了，所以他们才会如此震惊。看来楚风小友他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殷明朝与紫薰衣的对话被众人所听到，他们都从那对话中意识到，楚风做出了一件超乎寻常，甚至连殷明朝与那紫薰衣都难以接受的事情。一时之间，人群沸腾，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毕竟
这里可是未知藏地，安静。忽然间，殷明朝高喝一声，此话一出，原本吵杂的人海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唯一能够听见的便是大阵发出的微微轰鸣，以及黄沙掠过的沙沙之音。当此处安静之后，殷明朝便对着那颗连接着楚风的珠子说道：“楚风，我是殷明朝，你现在怎么样？楚风，醒一醒！”殷明朝是在召唤楚风，而此刻众人也终于知道这大阵的作用了。原来这座大阵不仅能够锁定到楚风的位置，看到楚风周围的情况，竟然还可以直接与楚风隔空对话。只不过当殷明朝一番召唤之后，人们却也怀疑这座大阵是否真的具备与楚风隔空对话的功效了。毕竟楚风一直趴在地上，没有一丝反应。这种情况下，殷明朝也是变得越发焦急与不安。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担心楚风的安危。他也知道楚风没有死，但是却怕楚风伤得太重。正所谓关心则乱，便是如此。看情况，楚风虽然受了重创，但还不会危及生命。他迟迟没有回答，可能是刚刚通过锁魂窟的原因。紫薰衣说道：“薰衣，你的意思是楚风还在那幻境之中？”殷明朝问道：“我也不能确定，但有这种可能。”紫薰衣说道：“那就再等一等。”殷明朝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很无奈。事实上，除了等着楚风自己醒来，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这未知藏地，唯有真仙修为之下者才能进去。他就算想直接进去帮忙，也是根本没有机会。而在场这些真仙以下者，多半都不具备闯入到楚风现在所在位置的能力。所以现在的情况只能靠楚风自己，他能做的也只能等待楚风醒来，然后凭借这座大阵与楚风沟通，提醒楚风该怎么闯过这座大阵。事实上，此刻的楚风的确陷入了一片幻境之中，他的周围是蒙蒙的雾气，雾气是血红色的，非常的瘆人。楚风站在血雾之中，四下观望，看不到任何身影，可却能够听到凄厉的叫声，鬼哭狼嚎，似猛兽咆哮，又似厉鬼哭泣，甚至还能够听到利爪摩擦的声音。总之，当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着实瘆人，任凭是楚风也会毛骨悚然，一股寒意不由自主的由心而生。你想知道此处为何的？忽然间，一道声音响起，那声音无比的苍老，可却异常的有力。楚风刚刚想要开口，那声音便再度响起：“你无需知道此处为何的，你只需知道，想要活下去，就必须闯过接下来这座阵法。”什么阵法？楚风问道。生死阵。那声音答道：“就是此处。”楚风问道：“非此处，但与此处有关，你自行感悟吧，用心感悟，是生是死，就要靠你自己了。”那声音话到此处，便彻底消失了。前辈，前辈！楚风连续追问2声，想要再寻找一些答案，可是奈何那声音未曾再响起，而楚风也并未继续纠缠，盘膝而坐，布置阵法，细心聆听。之所以布阵，为的也是能够提高自己的感知与听力。随着感知与听力的变强，那嘈杂而瘆人的声音越发的清晰，楚风也能听到。那声音可比楚风之前所想的复杂的多，不仅有哀嚎、咆哮、怒吼，还有兵器交织、火焰奔腾、高山流水、狂风呼啸，就仿佛世间所有声音都藏在其中。然而这却是有迹可循的，在楚风看来，这些声音之中夹杂着某些秘密，这秘密很可能就是破开那所谓生死阵的关键。然而半个时辰过后，楚风便感觉周遭的声音瞬间消失。当楚风睁开双眼之际，发现他正趴在地上观望四周。楚风也是心中一紧，四周尽是高山与岩石，楚风就如同置身在一片浩瀚的石林之中。可是这四周却是危机四伏，杀机弥漫。楚风终于知道何谓生死阵了。眼下他所身处的地方便是生死阵，看来赵红也在这生死阵之中。楚风不由得想起了赵红之前凭借各种手段劈斩周围的画面。楚风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在楚风的耳中响起。这个声音很奇怪，不是自外界传来，而是直接自楚风耳中响起。这种感觉就像是女王大人在与楚风说话一般，但是这个声音明显不是女王大人的。楚风能够确定这乃是殷明朝的声音。殷前辈，是你吗？楚风观望四周，可是莫说看到殷明朝的身影，就连殷明朝的气息都感受不到。是我，楚风，我现在在未知藏地之外，用特殊的阵法与你沟通。殷明朝说道。阵法？前辈，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楚风起初有些诧异，但很快便想到了一种可能，于是问道：莫非是那个自称是你属下的人告诉我你在此处的？殷明朝说道。果然，楚风不由感叹，他之所以能够猜到是护阵一族族长去找的殷明朝，那是他一路走来的确不容易，真的是身负重创，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别看现在他看上去完好无损，可是他当真是受尽磨难，甚至险些丧命。经历了那么多，那颗与他身体挂钩的珠子也定然是有所反应的，定然是护阵一族族长发现情况不妙，而又担心楚风，所以才向殷明朝求助的。楚风，我长话短说，这未知藏地乃是百炼凡界最危险的遗迹之一，而它总共有3道关卡，分为鬼门关、锁魂窟与生死阵。眼下你所在的地方便是未知藏地最后一道关卡，也是最凶险的一道关卡——生死阵。殷明朝说道。前辈不必担心，我之前在幻境中也是有所感悟，晚辈还是有机会破解此阵的。楚风说道。虽然只听了半个时辰，可是楚风的确在那幻境中悟到了不少东西。尽管不敢说自己能100%的破开这生死阵，但楚风却有着至少3成的把握可以破开这生死阵。虽然3成把握，这个成功率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是极低，但相比于其他人来说，3成的把握破开生死阵，这个成功率已是极高。不，楚风，你听我说，千万不要受那幻境的影响，把幻境中所感悟到的一切全都忘掉，
否则你必死无疑。可就在此时，那英明朝却极其认真地提醒起来：前辈，莫非那幻境是故意干扰我的？楚风很是惊讶，没错，就是故意干扰你的。若是按照从那幻境中所感悟的方式破阵，你必死无疑。英明朝很是确定地说道。可是这位知藏的，若是不想我们通过生死阵，大可以将这生死阵设置成一个死局，又何必多此一举？楚风问道。他实在是不理解，因为在他看来这不合逻辑。楚风，我是紫薰衣。就在此时，紫薰衣的声音忽然响起：紫前辈，你也来了。听到紫薰衣的声音，楚风又惊又喜。当初的事情，楚风都在场，本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紫薰衣了，没想到这么快便又能相见。听说你被困在此处，薰衣便过来帮忙了，否则怕是大罗神仙也请不动他。英明朝解释道。听到这里，楚风的内心倍感温暖，毕竟这也是间接的证明了紫薰衣很在乎楚风的安危。人与人相交便是如此，只要遇到对的人，无需相识多久，只要投缘，对方便可为你赴汤蹈火。可若是遇到错的人，就算相识再久，平日里感情再好，可当你真的遇到危难的时刻，对方也很可能会见死不救。而紫薰衣显然便是前者。楚风，你听我说，你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因为进入这位知藏的人中也有生还者。紫薰衣说道。有人成功的通过了这位知藏的3道关卡。听到紫薰衣的话后，楚风也是面色转喜，因为这至少代表着这位知藏的并非是一个死局，他是真的可以通过的。与此同时，楚风对那个生还者也是发自肺腑的感到佩服，身在其中最清楚这未知藏地的凶险，哪怕楚风看也只有3成把握可以闯过这生死阵，而那个安然通过生死阵的人，自然有着让楚风佩服的资格。的确有人通过了这位知藏地的3道关卡，而通过这3道关卡的人，便是我与薰衣。英明朝说道。是2位前辈。听得此话，楚风越发欣喜，若是他们通过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知道该如何闯这生死阵。楚风今日闯关有望，我们2个当初也是误打误撞才闯过了这位知藏地，但你若按照我们的方法去闯，也一定可以生还。只不过这破阵的方法有些极端，这过程之中你要吃上一些苦头，这苦头有点难熬，可只要熬过去，便能够闯过这生死阵，所以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英明朝说道。没关系的，只要能够尽快通过这生死阵，吃再多苦头我都不怕。楚风说道。其实他这么着急，并不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未知藏的，而是他担心赵红。要知道赵红进入这生死阵的时间可比楚风要久得多，现在生死难料，楚风怎能不急？所以现在他必须争分夺秒，必须尽快破开这生死阵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便开始吧。随后英明朝便开始指挥楚风该如何闯过这座生死阵，而楚风也是没有一丝犹豫，完全听从英明朝的指挥，开始闯这生死阵。可就如同英明朝所说，按照英明朝的走法，楚风也的确是吃尽了苦头，因为这闯关方法的确与众不同。每遇到杀阵机关，并非想办法将其破解，而是直接走过去，用自己的肉身硬生生地经受着那些杀阵的洗礼，并且这生死阵内众多机关杀阵所带给楚风的伤势也是难以愈合，并且无法治愈的。一路走来，楚风再度变得血肉模糊，浑身颤抖，甚至前行一步都变得艰难无比。这种情况下，任凭是见过了杀戮、看过了横尸的人们，也是有些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了。这实在太残忍了，楚风真的是在用生命闯关。此时此刻，漫天的剑阵正如暴雨一般，在这片山谷之中飞舞咆哮，而那密密麻麻的光剑所攻击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这山谷之中前行的楚风。楚风就如同一片狂风之中的落叶，被那漫天的剑光璀璨的左摇右晃。然而哪怕如此，楚风却依然没有退缩，拖着那残缺的身体艰难地前行着。这种破阵方式未免太残忍了一些，这分明就是用肉身硬抗。看着如此的楚风，孔月华有些动摇了，他已经不太确定这种方法是否真的管用。既然是考验，那接受考验才是重点，如何破阵已非重点。而这种方法既然是英明朝以身试法所得来的通关之法，那就一定有用。孔顺莲说道。可这座剑阵太强了，楚风这样硬闯，怕是走不过去。孔月华担心地说道。这点不用担心，楚风虽是无祖，可他却是无祖境的最强者，想必当初的英明朝也不如今日的楚风。英明朝能过去，楚风也一定可以。相比于孔月华，孔顺莲倒是信心满满。事实上，此时此刻，楚风已是这般，可是在场的大部分也都如孔顺莲这般，他们都觉得楚风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闯过这生死阵，走出这未知藏的。同样如此自信的还有英明朝。明明楚风已经摇摇欲坠，可是英明朝的神色却越发的激动与兴奋。快了，就快成功了，楚风，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离开此阵。英明朝很是兴奋地说道。听得此话，众人也随之变得兴奋起来，他们都觉得楚风即将闯过这位知藏的，而他们都将是这一幕的见证者。不仅旁人，就连楚风听到英明朝的话后，身体内也是涌现出了一股力量，原本缓慢的步伐竟然加快了许多。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看似无法闯过的剑阵，竟然真的被楚风闯了过去。此刻，楚风来到了一片空地之上，在他的面前是一面悬崖，悬崖笔直而立，仿佛直通天际。正是这面悬崖封住了楚风的去路。前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楚风问道。然而楚风却并未听到英明朝的回答。前辈，英明朝前辈。楚风继续发问，依旧没有回答。怎么会这样？莫非是那与我沟通的阵法出现了问题？见迟迟没有英明朝的回应，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而事实上，那座与楚风沟通的阵法并未出现问题。楚风现在所处的境地，众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
殷明朝与子勋一却皆是面色苍白，全然没有了先前的喜悦之色。怎么会这样？按理来说应该通过了生死阵才是，楚风他为何还在生死阵中？不解之余，殷明朝看向了子勋一，楚风破阵的步骤与我们当初一模一样，并未出错，不该这样才是。子勋一也是一脸不解，怎么回事？难道说破阵失败了？殷明朝与子勋一的对话并非暗中传音，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包括那身在大阵之中的楚风。前辈，您是说我失败了？尽管已经听到了那些话，可是楚风还是想确认一下。楚风，你听我说，按理来说，你现在走到这里，的确应该走出生死阵了。现在既然没有脱离生死阵，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楚风，你不要慌，容我与勋一再仔细分析一番，定然可以让你脱离此阵。殷明朝说道。分析个屁！这两个家伙分明就不知道该怎么破阵，当初定然也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巧才脱离这生死阵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正确的破阵方式。楚风万万不能信他们的话了。听到殷明朝的话后，女王大人气愤不已，而楚风也是有些犹豫了。尽管有些犹豫，可是楚风却也深知此刻身体的情况，经过这一路的磨难，此刻的他相当脆弱。最重要的是，此刻的他竟然也无法为自己疗伤。如果说当初刚进入生死阵的他还有3成把握可以通过此阵的话，现在拖着这副重创之身，楚风最多只有1成的把握可以通过此阵。可是1成把握，希望未免太过渺茫。究竟是继续听从殷明朝与子勋一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破阵？一时之间，楚风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楚风，靠人不如靠己，这个时候你要依靠你自己。女王大人很是凝重地提醒道。而楚风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此同时，殷明朝与子勋一也在不停地思考着，想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错了的答案。片刻后，殷明朝猛然抬头，目光有所变化，似是想到了什么，对子勋一问道：“勋一，楚风此刻的伤势，比起我们当初如何？我们当初可谓命悬一线，楚风现在的情况虽然也很糟，可是与我们当初还是相差许多。”子勋一说道：“那应该没错了，就是伤势还不够。”殷明朝说道：“你莫非还想让楚风再走一遍？”子勋一说道：“其他地方都没有错，只有伤势与我们不同，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殷明朝说道。此刻，子勋一也不再言语，因为他也想不到其他破阵的方法。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忽然站起身来，说道：“前辈，我想到一个办法。”而几乎在楚风开口的同时，殷明朝也说道：“楚风，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二人同时开口，让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就仿佛已经看到了楚风破阵的希望一般。楚风，你也想到了？听楚风这样说，殷明朝很是欣喜，毕竟让楚风再度受折磨，他的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说实话，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开口。若是楚风自己想到了这里，那他倒是省了不少事。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凭借从幻境中感悟到的破阵。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殷明朝顿时心中一紧，这显然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虽然很不赞同楚风的这种想法，但殷明朝仍是问道：“楚风为何会这么说？”前辈，我觉得那幻境未必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因为一路走来，我越发确定幻境中的破阵之法其实是可行的。楚风说道。楚风，先不说那幻境内所领悟的破阵之法是否可行，就算真的可行，可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根本就无法使用那破阵之法。殷明朝说道。前辈，有一个方法，也许可以让我起死回生。楚风说道。起死回生？殷明朝很是诧异，就是幻境内领悟到了一座阵法，那座阵法可以让我起死回生。只不过楚风没有说完，因为这座阵法可能会让他起死回生，伤势痊愈后恢复最佳状态，但也可能直接取走他的性命。这是一场赌博，但是楚风有着5成的把握可以让他的伤势痊愈。你是说那座疗伤阵法不可为，太危险了？若是成了也就罢了，若是未成，那则会要你的命。殷明朝说道。楚风，你要相信我，我与勋一都曾进入过未知藏的，你经历的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不会骗你。幻境内的许多破阵之法我们也曾试过，但结果就是差一点就要了我们的命。楚风，你切勿不可妄为啊！殷明朝苦口婆心地劝道。可是前辈，那疗伤阵法您有试过吗？楚风问道。那阵法我倒是未曾试过，因为那阵法太凶险了。殷明朝说道。前辈，您刚刚说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楚风问道。他也想看看殷明朝是否真的找出了问题所在。没错，找到了。殷明朝也不再犹豫，而是直接将他所想到的问题所在告诉了楚风。什么？让你重新受遍阵法的折磨？你让他去死好了。听得殷明朝的方法后，楚风还没有反应，女王大人便已经炸开了锅。楚风，你千万不要再听信他的了，他不是你，当初的他未必如你。我觉得他破阵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是运气。你就算赌，也要按自己的想法赌，不能按他的想法去赌。女王大人生怕楚风继续听从殷明朝的指示，不停地劝着楚风。此刻楚风则迟迟不语，他也犹豫了。起初他对殷明朝的话十分的确信，所以才毫不犹豫的便听从了殷明朝的指挥，放弃了自己所制定的破阵之法。但是现在他不确定了，一路走来，他越发的觉得幻境内所领悟的破阵之法才是真正的出路，而殷明朝所说的方法则更像是一种赌博。楚风，城主大人不会害你的，你年龄小，不知道这位织藏的凶险。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能够从未织藏地内活着出去。城主大人与子前辈可是唯一生还的2个人啊！见楚风迟迟不应，在场的不少人开始劝楚风，想让楚风相信殷明朝。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未知藏地的确凶险莫测，对于唯一生还者的经验，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是正确的无疑。楚风，莫要听他们的废话，你与他们不同，他们做不到的事，不代表你做不到。
与此同时，女王大人也是极力的劝着楚风，我决定了。终于，楚风开口了，我很清楚，殷前辈与子前辈不会害我，可我楚风也有我楚风的判断，并且目前被困在这位之藏地的也是我，所以我想用我的方法来破解此阵。楚风说道。楚风少侠，你切勿任性妄为，这可关系到你的性命啊！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先是沉默了片刻，但是很快的便是狂轰乱炸一般的劝解。住口！可就在这时，殷明朝却是高呼一声，他一开口，在场的众人也都纷纷闭上了嘴巴，不再言语。此刻，殷明朝的表情很是复杂，想必他的内心也很纠结，但是最终他还是对楚风说道：“楚风，既然你决定了，那就按照你想的去做吧。”明朝，不可呀！见殷明朝竟然应允，紫薰衣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薰衣，我们能确保按照我们的方法，楚风就一定能够脱困吗？殷明朝反问道。紫薰衣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起初我确定，但现在我也不能确定，所以由楚风去决定吧，毕竟这关系着的是他自己的性命。殷明朝说道。多谢前辈，那晚辈便开始了。楚风说话之间，便开始盘坐在地上，道道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散发而出。他在布阵，这座阵法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楚风此刻身体各个方面严重受损，就连结界之力也变得不如以往强横，所以这个阵法硬生生的是布置了一个时辰才不好。这座阵法似是一个通道，它有2个门，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看着这座阵法，楚风也是深吸了一口气。这座阵法是他从这那幻境中领悟出来的，只有在这未知藏地能够布置而出。可是看着这座生死各半的阵法，楚风也不知道进去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楚风还是在众人的瞩目之下，拖着那重创的身躯走入了那座阵法之中。楚风进入阵法，那阵法顿时光芒四射，但是那光芒乃是血色的光芒，甚至在那阵法之中还传来了阵阵古怪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像是在咀嚼一般，是在咀嚼楚风。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深深地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楚风这一进去是否还能从那古怪且诡异的阵法之中走出来。那阵法如同咀嚼一般的蠕动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但是当那阵法平静下来之后，那道宛如出口的门却并未打开。这种情况下，虽然那阵法平静了，可是围观的众人可就无法平静了。楚风，楚风，我是殷明朝，你能听到我的话吗？楚风，我是紫薰衣，你若没事，可否回答一下？殷明朝与紫薰衣以及护阵一族族长等大人物此刻都慌了。那阵法很诡异，哪怕是殷明朝与紫薰衣催动的这座能够与楚风联系的大阵，也无法看到那阵法内部的情况，并且也无法捕捉到楚风的身影。眼下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可能遭遇了不测，他们怎能不慌？毕竟那可是未知藏的，葬送了无数天才的恐怖之地。尤其是当殷明朝与紫薰衣一番追问之后，那阵法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众人便越加的确定楚风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楚风小友，他真是太固执了，为何就不听从城主大人的话呢？现在自食其果了吧？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代绝世奇才就这样陨落了，这是我百炼凡界的损失啊！一时之间，围观的人群之中也炸开了锅，有人感到可惜，有人为之心痛，也有人责备楚风任性妄为，不听从殷明朝的话，这才会落到这步田地。都给我住口！若再有人说楚风不是，我就割了他的舌头！紫薰衣猛然间大喝一声，那愤怒的声音不仅响彻天地，更是渗入众人灵魂，吓得在场的许多人都是身体一颤。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哪怕是那些惋惜的人也是不敢开口了，因为此刻紫薰衣的表情可是相当的吓人。若是他们再有人敢招惹到他，恐怕就不是割掉舌头那么简单了，甚至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而这也不怪紫薰衣，他与楚风虽然相识不久，但是却非常看好楚风，否则也不会专程来救楚风。现在楚风多半已经遭遇了不测，这些人竟然还说风凉话，他自然忍受不了。然而就在众人都觉得楚风已经遭遇不测之际，那座阵法却忽然绽放起了诡异的光芒。下一刻，那座紧闭的大门竟然打开了。大门打开之后，所有人都是目光转喜，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开启的大门。而在万众瞩目之下，一道身影也是从中走了出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只不过此刻的楚风比之进入阵法之前却是全然不同。此刻的楚风竟然身披一件金色的战甲，那战甲虽然也是一种光芒体，可却并非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究竟是什么物质，众人难以判断。除了金甲之外，楚风的左手托着一个金色的罗盘，那罗盘之上有光芒旋转，璀璨夺目，气势非凡。而在楚风的右手则握着一把金色的大刀，虽然众人感受不到那大刀的威势，但是单单是用肉眼来看，也能感觉到那大刀的威力非同凡响。最重要的是，此刻楚风精神极佳，甚至比众人初次看到他的时候还要精神得多。显然楚风他已经痊愈了，成功了！楚风他成功了！人群之中再度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窃窃私语与各自的评价，而是欢呼。所有人都在庆祝，在为楚风没死而欢呼，在为楚风成功而欢呼。那阵法似乎有隔绝的效果，我能听到诸位前辈的话，只是我说的话诸位前辈似乎听不到，让诸位前辈担心了。楚风有些惭愧地说道。就如他所说，虽然在那疗伤阵法内，但楚风也能听到众人的声音。在殷明朝等人问楚风的时候，楚风就曾回答过，但是很明显，楚风所说的话殷明朝等人是听不到的。明明自己无碍，却让众人担心，楚风自然有些过意不去。无碍，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啊！紫薰衣此刻与先前变得完全不同，脸上已然没有了愤怒，取而代之的是美丽的笑颜。楚风，你这一身的宝物可都是那阵法之中所得？殷明朝问道。
殷前辈，这些的确是从那疗伤阵法之中所得。这金甲、罗盘、战刀，皆是具备着各自不同的力量，他们都可以助我破解这生死阵。楚风说道。好，这可真是太好了，看来你这次赌对了，那幻境中的领悟的确可行。既然如此，那楚风，事不宜迟，趁着那宝物还未消失，现在你就立刻开始破阵吧。殷明朝催促道。只是用肉眼来看，他也能够感觉到，此刻楚风身上的金甲也好，还是那刀刃与罗盘也好，都并非实质性的宝物，而并非实质性的宝物，就终有消散的时候。殷明朝是怕那宝物消散的太早，影响楚风破阵，晚辈也正是此意。楚风说完此话，便凭借自己在那幻境中领悟到的破阵之法，破解此处的各个大阵。之所以如此做，那是在楚风看来，这所谓的生死阵根本就没有什么出路，想要活着出去，那就必须将这里的所有杀阵全部破掉。本来凭借楚风自己在幻境内所领悟的破阵之法，楚风只有30%的把握可以破开这生死阵，但是现在万幸的是，那疗伤阵法内不仅将楚风的伤势彻底治愈，竟然还赋予了楚风独特的力量。这独特的力量便是那金甲、战刀、罗盘这3样东西，都是破阵之用。有了这3样东西在，楚风破阵的把握便从30%提升到了50%，这已经是一个极高的几率。只是哪怕是50%的破阵把握，可依旧是生死各半。楚风依旧不敢掉以轻心，每一步都可谓是精心思索之后才使用破阵手段进行破阵。可哪怕楚风再认真再细心，可这生死阵内的诸多杀阵却也都不是吃素的，一路闯过来，楚风多次手到重创。但是好在有那个金甲，那金甲虽然并没有抵挡攻势的力量，但却拥有着疗伤的功效，所以此刻的楚风只要不是致命伤，就根本不用怕，任何皮外伤都可以被那金甲治愈。至于那罗盘，才是具备着极强防御能力的盾牌，虽然只可以抵挡正面的攻击，但对于楚风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强的防御手段。而那个战刀则是一把攻杀利器，几乎可以劈展开这生死阵中的一切。但是这生死阵中的杀阵可不是劈展开就可以破解开的，若想破开，还是要靠结界之术，否则就算强行斩断，也还是会重新浮现。不过好在，随着破开的阵法越来越多，楚风也越加的轻车熟路，对接下来的阵法破解之时，也就更加的娴熟。尤其是在外人看来，楚风在这一座强大而恐怖的杀阵之中穿行，竟然没有一丝惧意，可谓是披荆斩棘，威风凛凛，王者风范，尽显无疑。奇才，当真是奇才啊！楚风他的确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奇才，何止奇才？依我看，楚风日后的成就一定会超越殷明朝，成为百炼凡界真正的霸主，甚至还会赶超凯鸿大师与战海川前辈。的确，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可以在未知藏地内这般横行无阻，肆意妄为，实在是太过惊人了。果然天才的世界，非我等可以理解。此刻围观的众人早就被楚风的所作所为所深深的震慑到了，因为这位知藏的可是他们所有人的噩梦。但是楚风如今却正在这可怕的未知藏地内肆虐妄为。虽然起初人们也不相信楚风能够破开这生死阵，但是事到如今，当他们看到楚风将一座座强大的阵法给破开之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的破阵之法是可行的。也许楚风能够凭借他的破阵之法破开这生死阵，逃离这未知藏地。莫非是我们当初错了？此刻殷明朝看向了紫薰衣，目光变得复杂。起初他一直觉得他们那种经受考验的方法是破解这未知藏地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可是现在他却产生了怀疑于紫薰衣当初破开未知藏的方法未必就是唯一的，甚至他觉得他们的破阵之法根本就是错的，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碰巧才逃离了未知藏地。因为他们当初并未真的破开生死阵，而是经历了一定的磨难之后就被传送出了生死阵。但是按照楚风的这个做法，若是成功的话，是可以彻底将生死阵破解掉的，并非我们错了，只能说是楚风的破阵之法也是另外一条生路吧。毕竟当初我们也并非只是逃离了未知藏地，我们也是有所收获的。紫薰衣说道。对，毕竟那天君炼兵谱就是从这里所得。在紫薰衣的提醒下，殷明朝再度恢复了信心，因为他们当初从生死阵脱离后，并没有直接传送到未知藏地之外，而是被传送到了一个洞府之中。在那洞府之中，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宝藏，不仅有天君炼兵谱，还获得了可以直接提升修为的力量，这可以认定为是他们成功破阵之后所得到的奖励。快看，楚风快要成功了！就在此时，人群再度沸腾起来。听到众人那激动的声音后，殷明朝与紫薰衣才注意到，此刻的楚风正在破解一座极为强力的大阵。这座大阵由6种气焰组成：风之气焰、雷之气焰、水之气焰、火之气焰、土之气焰，还有一种是暗黑色的气焰。这股气焰不知道是何种力量，但却是最凶残也是最强大的气焰。6种气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座杀伤力极强的杀阵。楚风破解此阵可谓相当艰难，但是现在那6种气焰的力量开始变弱变淡，显然楚风就要成功了。这座阵法好事难破，不知道这座阵法破解之后，是否还会有更难破的阵法？紫薰衣说道。恐怕不会有了吧，这座阵法似乎就是这生死阵中的最后一座阵法。殷明朝说道。你怎么知道？紫薰衣很是诧异地问道。这是我从幻境中领悟到的，本来以为幻境中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但现在来看，幻境中领悟到的并非是错误的，否则楚风也不能走到这一步。殷明朝说道。若是这样，那可就太好了。紫薰衣越发欣喜，虽然同样进入过未知藏的，但是从那幻境中领悟到多少东西，却要靠个人。就比如殷明朝所领悟到的，
子薰衣就有很多没有领悟到，所以对于殷明朝的话，他还是很相信的。最重要的是，这未知葬的实在太过凶险，只要楚风还在其中，他那悬着的心就没办法彻底落下来。所以子薰衣非常迫切的希望楚风快些破开这阵法，那法诀。可就在此时，子薰衣却是目光一动，脸上涌现出了慌乱之色。薰衣，怎么了？殷明朝发现了子薰衣那异常的反应，不由追问起来。虽然殷明朝的战力要在子薰衣之上，修武的天赋也比子薰衣要强上一些，可是，在结界之术方面，他却不如子薰衣。眼下楚风所凝聚的是结界之术的法诀，他看不出不妥，所以只能向子薰衣请教。楚风是在解除身上的3件至宝，明朝快阻止他，不能让他这么做。子薰衣说道。楚风，住手！那阵法还未彻底破开，你不可解除那疗伤阵法赋予你的力量。此刻，殷明朝也是赶忙开口。楚风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破开数座杀阵。虽然这主要是靠着楚风那精心策划的破阵之法，但是与那3样至宝却也有着极大的关联。现在正是楚风破阵的关键之际，楚风若是这个时候掉以轻心，那很可能会功亏一篑。可是，哪怕殷明朝的话已经传入楚风的耳中，但楚风却并未停止凝聚法诀，而很快的，楚风便将手中战刀以及罗盘丢向了头顶。与此同时，楚风法诀生效，那覆盖在身上的金色战甲也是脱离而出，竟然化作金芒，与那战道与罗盘相融到了一起。相融之后，3样至宝便化作了耀眼的金色光华，那金色光华犹如瀑布一般，不断的垂下，金色的光华将楚风覆盖在了当中。这是何意？许多人不明所以，看来楚风是另有打算。但是殷明朝与子薰衣则是意识到，楚风这么做原来并不是要放弃3样至宝，很明显，楚风是另有想法。而就在此时，那渐渐消退的6种气焰竟猛然至今变得浓郁起来，那气焰之浓郁是先前最浓郁之时的10倍。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未知葬地之外的众人都吓坏了。虽然他们只能用肉眼观看，根本感受不到那气焰真正的威势与力量，但是凭借之前楚风破解那些气焰的难度，他们也是能够判断，此刻这么浓郁的气焰将会蕴含着怎样恐怖的力量。反扑，这是阵法的反扑之势，这是最强的一次攻势，也是最后一次攻势。楚风若是抵挡得住，那么此阵就破了；若是抵挡不住，那么楚风就将死在此处。而在他们看来，楚风未必能够挡得下这次的气焰攻击，毕竟这次的气焰攻击是如此的凶猛，楚风他为何不慌？可就在众人都被那气焰吓到之际，人们却惊愕地发现，身在阵法之中的楚风竟然是有恃无恐，脸上没有一丝慌乱之色，那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就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般。